大家好，我是 Ariel 又回来了。班尼湾区这件事情，其实我做了很久的 research，然后我有考虑好几个我可以搬去的地方，在美国的，所以呢，我想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，离开湾区你还能去哪里？其实我查的地方呢有3个，今天呢我们就聊，我们 focus 在德州。我想的3个地方是一个是德克萨斯州，一个是 Las Vegas，还有一个是佛罗里达州。然后呢，我之后可能会出其他的视频聊 Las Vegas 和佛罗里达。今天呢就聊德州，因为我跟德州的渊源很深刻，然后也是有最多可以说的话题的。我从小，不是从小，大概是10岁到20岁之间是住在德州的。我是先住在 Houston，然后又去了 Austin 上大学，所以我对德州还是有蛮深的了解。我觉得那边就是地大便宜，房子也便宜，什么东西都便宜，然后就是感觉可能会生活压力低一点吧，这是为什么我考虑德州。然后我 specific 要考虑的地方是 Austin，因为 Austin 那边有很多tech company 啊，还大家都知道有什么苹果呀，还有Tesla 去开了一个factory，然后本来那边就有挺多 tech company，然后还有 UT 这么好的学校，所以我一直都挺喜欢 Austin 那个地方。我唯一不喜欢 Austin 的是它冬天的天气啊，德州有一些很奇怪的天气。平时德州的冬天也是会，就是有时候会白天70多度，我说的都是 Fahrenheit，就是白天70多度，晚上就突然间26度，这也是很正常的，在 Austin 或者 Houston。然后没有搬去德州的原因，还有就是它就没有办法去海边了嘛。最近的可以让你 enjoy 的海边，如果你要开车的话，是在德州的 Corpus Christi。所以你唯一的选择是去大概墨西哥才会有好的海边，然后 Cancun 什么的，但是你得飞过去。飞过去的话，飞机也就2、3个小时，还是算是不是特别远的吧。但是我是从湾区搬走嘛，所以我这边的海虽然不暖和，但是我有很漂亮的大自然，很多非常震撼人心的海边，所以我很舍不得，以导致于我就大概放弃德州了吧。我德州那边其实有，就是近10年之内投资了几个房子，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投资这几个房子在德州都怎么样的。第一个是2014年，我在 Houston 买了一个全新的房子，在 Richmond 的那个地方，就是 Houston 外面有个叫 Richmond 的城市，那边是当时买的是全新的房子，是我妈给选的，一个2层楼的房子，好像是4房2.5浴，不到2000 square feet，还有个后院，是 single family home。当时买价是13.5万，不到14万。现在市场价钱我没有一直跟，但是好像也有18、9万、20万了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唯一不好一点就是那个地税比较贵，但是除此之外，我还挺幸运的，因为我的 property manager 他管的也不错，还有就是我的房客他不太容易会一直搬走，所以我就不需要一直在换新的房客之类的。所以我的好像每个月可以净赚个200-300块，还是100-200块 after PITI，所以这样已经觉得挺不错的一个投资了。再来讲我第二个德州的投资房是在 Austin，我大概是2018年初在那儿买的，其实已经有点上车比较晚了，但是原因是我一直不确定我要不要在 Austin 买房子，因为我从2014年到2018年一直考虑要在 Austin 买房子，但是听所有人都告诉我你已经就是上车晚啦，然后你能买一个每个月能够可以让你不亏，能够 break even 的房子就已经很幸运啦，之类的话题。然后之后，我为什么决定2018年坚决就买了呢？是因为首先我们就是递了一个 offer，我们那个房子，我好像就是当时2018年初的时候递的 offer 已经是比它的 listing price 高出了1万多块，但是也没有像湾区这样就比 listing price 高出10万多块或者20、30万的，一共那个房子才20多万买下来的，也是一个 single family home，是一个平层的房子，然后有3房2个多浴，然后不到1700 square feet 吧，2000年以后的比较新的房子。我选这个是因为我当时和老陈考虑有可能会搬过去，就算不是2018年搬，也是将来的某一年。现在还是将来的某一年，还没有确定到底是哪一年，所以也不知道会不会搬过去。但是，luckily 我们买那个房子也是同样的遇到了一个比较好的 tenant。我记得我自从把它租出去到现在，可能没有换过房客，或者最多换过一次。然后我的 property manager 他也很好，所以也不会给我找什么麻烦，会按时给我 collect 房租，然后小的问题他通常就自己解决，不会过来烦我。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挺 transparent 的一个投资。然后我大概是每个月赚50到100吧，
并没有亏稍微赚一丁点，但是它有涨价，只涨了这么多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所以对，这就是我在 Austin 那个投资的一个情况。然后后来其实我同事们，就我硅谷这边的同事们，他们有在我之后又去 Austin，有人就是很多人搬过去了，然后还有人在硅谷这边住，但是又买了2栋投资房。听他们说，他们好像就是 break even 的状态，还有一些人是稍微有点亏，然后就是只亏一点点，但是他们就是hoping 那个房价会涨，所以这样子会 eventually 会很值得。所以我说亏呢和赚多少钱都是按我能够租出去每个月，比如说我能够租1500，但是我的 PITI 就是我要付的每个月的还贷加上 interest，对，还贷加 interest 加 insurance 加 tax，比如说是1300，那我就是每个月赚200。然后我如果是1450，我要还1450，这东西加起来的 expense。我的收的房租是1500，那就赚50。有一点我没有算是我的 property manager，他也要 charge 每个月的 annual，不是每个月的 monthly fee，所以他才会继续帮你管房子。所以我记得我的 property manager 好像是收7%到9%左右吧。当然，就是你房子越多，他会 charge 你的越便宜。我的那个 property manager 还挺好的，所以我挺满意的。so far 没有搬去德州，但是不代表将来永远不可能，就再说吧这个事儿。那这次就先聊完德州，下次再聊别的州。OK，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